保姆给我立规矩，婆婆老公都赞成，我成全他们仨一起过。老公急了，为了让我顺应传统去婆家过年，新来的保姆联合全家把我孤立了。他故意说我听不懂的方言，跟老公婆婆相谈甚欢，衬得我像局外人，有意漏掉我的碗不洗，我穿的衣服不收拾，把我当成透明人。我要换掉保姆，老公一家却明里暗里阻挠，好极了。老公不让我换保姆，那我把老公换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结婚4年，第一次回娘家过年，我妈迫不及待给我打来电话，询问之后的回程事宜。我跟囡囡的机票已经买好了，2小时直达。妈，你就放心吧。话音刚落，保姆王姨砰一声将一大碗滚烫的鲫鱼汤摔到我跟前，汤汁四溅，正嘱咐王姨小心些别烫到自己，抬头却见王姨摆着臭脸，满脸不赞同。小郭啊，你都30岁了，怎么还这么不懂事？谁家媳妇过年不回婆家？你不回去，让先生的街坊四邻怎么想？婆家的面子往哪搁？那些人一人一句唾沫星子，能把先生淹死。你不懂事就算了，你妈也跟着你胡闹，这就更不像样了。听王姨一句过来人的话，赶紧把机票退了，老老实实跟先生回婆家过年。我满脸诧异看着王姨，如果我没记错，王姨只是我们家1月2万雇佣的保姆吧？听她这口吻，是把我当成她家可以随意指使教育的晚辈了。我回家过年，老公跟婆婆都没说什么，她倒是对我指手画脚起来了。看了眼从头到尾没说句话，一个劲儿低头吃菜的老公跟婆婆，我顿时明白了，王姨是他们派来说话的嘴替。我目光淡淡扫过装死的老公跟婆婆，意有所指。哪条法律规定儿媳妇必须回婆家过年？别人爱怎么讲就怎么讲，关我屁事。再说婆家的街坊四邻唾沫星子多，我娘家的亲戚朋友闲言碎语也不少啊。我招赘4年没带老公回过一次娘家，人家怎么看我？招赘字眼一出，自觉儿子入赘丢脸的婆婆坐不住了，你少说2句，我们也没说不让你回去。王姐就是年纪大，随便啰嗦2句，你就不能好好说话？至于这么大火气，我差点被婆婆倒打一耙的言论气笑。要不是你们暗戳戳试探，我还懒得发火呢。我的目光瞥向黑着脸的婆婆，不过你们还是别白费心机了。今年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跟你们回老家的。你们尽早歇了心思，结婚前我们2家就商量好，李达海入赘后，一切以我家为主。为此，我妈还给李达海买房买车作为补偿。可结婚第1年，婆婆以我怀孕不适合长途奔袭为由，跪着求我待在家里养胎，没回。第2年囡囡出生，被婆婆不规范的喂奶动作弄得呛奶进了医院，也没回。第3年婆婆生病，碍于情面，我跟着李达海回老家看望婆婆，不仅没回娘家，还被她指使得团团转，砍柴烧饭洗碗，婆婆样样要我去做，害我几10年不沾阳春水的手长满了肿胀通红的冻疮。春节一过，病入膏肓的婆婆却突然生龙活虎起来，忙前忙后给被指使回公司加班。春节后终于有时间来接我的李达海收拾行李，这时我才回过味儿来，原来为了让我留在婆家过年，婆婆装了大半个月的病。而今年她再怎么故技重施，我都不会信了。娘家我回定了。我看了眼跟婆婆站在统一战线的王姨，
看来这就是婆婆今年为了我去婆家过年找的外援了。王姨见我不好说话，也不多说，转而用方言对婆婆道：“有些人真是没得脸皮，咱们不管他。今儿是我上户第一天，大好的日子，别被无关紧要的外人扫了兴。我得敬你们一杯，全当庆祝嫂嫂晦气。”说罢，她掏出一瓶劣质红酒，几个酒杯，一一摆到老公、婆婆还有自己跟前。独独跳过了我，无视了我这个真正掏钱雇佣她的雇主。婆婆注意到我的视线，笑眯眯道：“小郭，你别在意，王姐乡下来的，她只知道家里大老爷们跟婆母最大，媳妇是最靠后的。你刚刚惹她生气，她自然更懒得搭理你了。你气量大，可别跟她生气。”老公李达海注意到我的情绪，珍珍，你别气，王姐乡下来的，啥都不懂，别跟她一般计较。我的酒杯给你用。哎，男人是一家之主，家里所有人都该以男人为先，怎么能把东西让给女人呢？王姨忙不迭道，而后一把将李达海放到我跟前的空酒杯挪了回去。期间她看也不看我，完全无视我的存在。我看着他们三人为了个破酒杯玩了出排挤我的大戏，觉得分外可笑，于是双手环臂坐着，看他们还能玩出怎样的戏码。果然，排挤孤立的戏码升级了。王姨跟老公婆婆开始说我听不懂的方言，她举起酒杯，像是说了句敬酒词，接着若有似无斜睨我一眼，然后跟婆婆对了个心领神会般的眼神，最后两个人发出哄堂大笑。老公李达海脸憋得通红，也抿唇笑了出来。我挑了挑眉，直接问他说什么？你看，你不回婆家过年，多学学这些地方话，我们说话你都插不嘴了吧？刚才你就跟过年被宰的大白猪似的，什么反应都没有，只能傻乎乎张大嘴巴听我们讲话。老公还没回答，王姨就站到我跟他中间，幸灾乐祸取笑我。接着她又举起酒杯跟老公敬酒，接连说了几句方言，三个人又是笑作一团，根本没人理我。不过跟老公生活多年，这几句我听懂了，他们在以我为主角说黄色笑话呢。我可不是会忍让的性子，当下站起身，一下把饭桌掀了，顿时恶意庄严的欢声笑语被尖叫声代替。看着挂满汤水、满身狼狈的三人，我舒服了。郭珍珍，你疯了！婆婆怒不可遏，脸都气歪了。我回以皮笑肉不笑的笑眯眯表情，没有啊，我看你们说话也不带我一个，还那么开心，总不能干坐着看你们表演吧？我就掀个桌子给你们助助兴，看把你们高兴的脸都歪了。看你们这高兴劲儿，我实在太好奇你们讲什么了，要不你们翻译一下给我听听，让我也跟你们一块儿乐呵乐呵。老公李达海自觉理亏，不敢说话，王姨却在旁边一个劲儿给他擦拭身上的汤汁，嘴上脏话不停。见鬼的小贱蹄子，真是反了天了，连家里男人都敢作弄。我看他是皮痒欠抽，先生，对付这样的贱蹄子，就得使硬招给他来几下拳腿，把他打到叫娘，到时候看他还敢不敢。我似笑非笑看向一脸窘迫想让王姨少说话的老公，上前毫不客气扯住王姨的头发，一把将人拖到门外，拿了个接满水的脸盆兜头朝王姨脸上泼去。嘴巴这么脏，还干什么家政？平白污了我家的地，我好心帮你洗洗，让你干干净净去下一任雇主那上户去。无视王姨的撒泼尖叫，我一把将门甩上，把人关在门外，冷冷扫过屋内的母子俩后，头也不回了卧室。老公李达海这才意识到我真的生气了，慌了神色，
急忙跟上来。可他开口的第一句话彻底让我冷了脸：“珍珍，咱家都换了几个保姆了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妈喜欢的，你就别折腾了。”李达海满脸恳求，像是从头到尾无理取闹的人是我一样。什么叫我折腾？之前我们家有个干了好些年、干得不错的家政，非要辞职，我又是给加工资，又是增假期的，也没能把人叫回来。3番5次真诚挽留之下，那个家政阿姨没有办法跟我说了辞职的原因。婆婆把人当作牵了卖身契的奴才使唤，她受不了干这种没有尊严的工作，所以我再怎么挽留，人家都不愿回来了。在婆婆举荐王姨之前，我还找了几个黄金家政，几位阿姨都很能干，可因为单听我这个雇主的话，不听婆婆话，硬是被婆婆挤兑走了。年底是忙，等到家政公司联系我说实在没有阿姨再愿意来我家上班了，我才知道这事。现在我知道了，婆婆这么倒腾，就是为了名正言顺给王姨腾位置，给自己帮救兵。等我解释完，李达海却没像刚才埋怨我一样指责他妈。李达海沉默片刻后，朝我温声细语道：“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怪我刚才脑子没转过弯来帮你。不过关于王姨，咱们还是留下她吧。”我抬眼看向李达海，他轻轻握住我的手，温声解释：“你好多年没回娘家过年，今年回去过年也是应该的。我可以跟你保证，绝不让妈那边再给你整什么幺蛾子，阻止咱俩去丈母娘家过年。只是我妈头一回一个人过年，实在孤单，能有个知心人陪着我也安心，就让王姨留下吧。她要是得罪你，你有火就冲我来，让我去管。当然你的喜恶是最重要的，你要实在不喜欢她，等过了年我多给点钱，帮你把人打发回去就是了。”李达海一边说着软话，一边殷勤地给我捶背捶腿。听了他的保证，我微微满意。在婆媳问题上，我只要求老公明事理就成，从不要求他无脑占我。人是婆婆身上掉下来的肉，要是连对亲妈都冷血无情，我才要担心呢。毕竟我在夫妻关系上看得很开，一方提供物质上的支持，一方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，两方各取所需，这就够了。什么真爱不与海誓山盟的爱情，那都是小姑娘憧憬的东西了。在老公的努力下，王姨成功留下了，只是我的退让好像给她添了底气。重进家门的她气焰更嚣张了。餐厅杯盘狼藉，王姨一脸火气，收拾的动静乒铃乓啷响。我要去书房提前处理春节假期的工作事宜，好让自己回娘家后清清静静过个年，不用被工作裹挟。目光扫过被扶起的餐桌，却发现所有人的碗筷都收拾进了厨房的洗手池，唯独我用过的碗筷还放在泛着油光的餐桌上。我让王姨把餐桌收拾干净，没成想她像是被我一句话点燃的火炮筒似的，整个人都跳了起来，声音尖刻：“我是来伺候主家的，你这样不回婆家过年，不进李家祖坟的外人，可不是我伺候的对象。”眼见我要展开攻势，老公急急忙忙跑了过来，挡在我身前：“王姨，你说什么呢？珍珍也是这个家的主人，你的工资还是她发的呢。”王姨似乎没想到还有这出，狐疑地看了我一眼，气焰顿时弱了下来。我工资是她发的，她一个女人哪来的钱给我发工资？李达海说到做到，帮我管王姨，你要还想在我们家干，就赶紧把珍珍的挽了。她要是生气了，我妈再怎么喜欢你，你也得卷铺盖走人。李达海放了狠话，王姨这才偃旗息鼓。本以为事情洗碗事件到此为止，谁知半夜我忙完工作，
洗完澡准备上床睡觉时，整个人都傻眼了。原本整洁如新、散发着香味的床，如今全被残羹冷炙、混着咸腥油腻的汤汁覆盖了。再转眼一看，今晚我吃剩的碗筷正扣倒在我的床头柜上。不用想也知道干了这事的人是谁。我直接高声把隔壁卧室的李达海喊了进来，问他怎么回事。动静惊动家里的另外2人。王姨得意地歪着脑袋进来，婆婆则跟在她身后看热闹，看情况像是随时要给人撑腰。王姨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公李达海焦头烂额问。这还不明显吗？王姨眼睛斜着白我一眼，对李达海的态度热切。我都想通了，小郭一个女人怎么可能有本事1个月给我2万的工资？这钱肯定是先生你给出来的。你们啊，就是对小郭太好了，什么好事都往他身上安，这才让他一个本该伏低做小的媳妇爬到你们头上来，竟然还敢生出回娘家过年的想法来，这本是万万不该的。正好你们下不了手管教，我帮你们，我保证能让他想起为人媳妇的本分，让他息了跟娘家亲近的心思，老老实实跟你们去婆家过年。王姨见我不说话，以为她一连串的招式对我起了效果，给了老公跟婆婆一个眼神，像是在说，看我这几招下来，人都不敢再闹了。不听话的媳妇声势大，你就要比她更大把她压下去。却不知我正在拉席梦思床垫的账单，49800，大钱吧？我翻出账单跟电子发票，将手机杵到王姨跟前。本来态度猖狂的王姨顿时僵了脸，下意识看向婆婆。我好整以暇看他们打眉眼官司交流情报，什么打钱，2个床垫子几百块顶天，你要我赔几万，门都没有。我施施然收起手机，觑着王姨强装镇静的脸色说，不给也行，损坏他人财物5000块以上，达到立案标准了，我报警。听到我要报警，王姨终于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了。不就是床垫脏了，我跟你道歉，帮你洗了不就行了？又不是什么金贵的东西。她脸色发白，又去看我婆婆。这时婆婆才出来做和事佬。哎呀，小郭，王姐她年纪大气上头了是常有的事，她性子就是这样，这我知道的，她绝不是故意的。看在我跟你王姐是同乡人的份上，她都跟你道歉了，你就原谅她吧。再计较下去跟人家置气，就显得你不体面了。体面值几个钱？我哼笑道。他随意进我房间搞破坏的时候，也没想什么体面不体面的啊。我是忍不下去了，今天他要么赔钱，要么走人。李达海夹在我跟婆婆中间，左右为难。看我表明态度，连忙道：席梦思的钱我赔给你，你就不要跟王姨计较了。我盯着李达海看了2秒，挑起一抹笑，而后欣然道：好啊，给我转钱吧。在婆婆满脸失望跟王姨气急败坏的注视下，我收了李达海的转账，让李达海把他的房间让给我睡，他去睡沙发。因为工作压力大，睡眠质量差，我跟李达海一直分开睡，只是我还认床，在李达海的卧室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好不容易睡着了，天都亮了。当我萎靡不振，匆匆忙忙起床，打理好自己，准备去公司处理繁多的工作时，打开门，又发现走廊过道上王姨给我的大惊喜。本来上班就跟上坟似的，心情不好，加上昨晚没睡好，这一下我心里的火腾一下就上来了。我昨天换下的内衣内裤此刻正大喇喇躺在会被邻居经过的走廊上，罪魁祸首同样不需要猜。我努力让自己沉下气，不和傻逼在大早上论长短，
毕竟开公司做生意最讲究和气生财，最忌讳早上寻晦气了。我冷静地再次翻出购买记录。水钻半透明超薄网纱文胸2999元，梦幻弹力贴身高腰内裤1999元。等保洁把门口的垃圾跟扔在地上的内衣裤清理走后，我立马找了王姨。王姨竟还不承认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扔了你的内衣裤？不是只有你懂法的，你污蔑我叫诽谤，小心我也报警。我果断答应。行，那让警察来看看过道上的监控吧，到底是我污蔑还是你干了坏事？王姨没想到小区内部处处都是监控，这下又着了道了，抖着唇说要给我捡回来洗干净，可东西早就被保洁清理掉，送上垃圾车前往垃圾焚烧厂了，怎么可能找得回来？而且东西是王姨明知故犯的情况下扔的，想要追责保洁更是门都没有。最后依旧是老公出面给王姨赔了钱，这回老公的脸色也不好看了，毕竟老公李达海工作能力一般，如今也只是在我的小公司领了个工资不高的闲职，可经不住王姨跟婆婆这样折腾，现在一天大几万如流水般花出去，实在出血严重。对了，既然王姨只伺候你们母子俩，那以后她的工资也由你们负责吧。王姨给我添了那么多堵，无非是因为婆婆的授意跟我老公李达海的默不作为，既然这样，我总要找不回去的。果然，我话音落下后，不仅老公李达海，连在屋内偷听的婆婆都急了。王姨这才意识到，原来我给她1月2万工资的事不作假，连连跟我致歉。搞清真正的金主是谁后，王姨一反常态，对我态度热络起来，忙前忙后，细微体贴，简直比李达海照顾的还要细致。我下意识觉得王姨表面和气的面孔下没憋好屁，硬的不行，要来软的了。正好年关将近，公司事务越发繁杂，我很少回家跟她接触，也就不用时时提防。这天女儿囡囡幼儿园正是放了寒假，我回家拿文件，顺道看她。到家时家里安安静静，就连本该周末双休在家陪孩子的李达海也不见踪影。公司事忙，我不好在家多待，拿了文件准备上个厕所就走，谁知刚打开卫生间的门，就瞧见我的女儿正蹲在马桶旁，拿着把刷子吭哧吭哧刷马桶，刷得满头大汗。囡囡，你怎么在这儿玩？我连忙把她手里充满脏污的马桶刷扔掉，小孩子不懂卫生，别到时候摸了脏的又往嘴里塞，生了病。王奶奶教我刷马桶，她说我很棒的，刷得很干净。囡囡充满稚气的声音在卫生间响起。王奶奶人呢？王奶奶说她累了，要睡觉。我心底大怒，却没表现出来，冷静地拉着囡囡洗干净手。这时王姨才头发散乱地从保姆房里跑了过来，看到我，她有些心虚地搓了搓手。小郭，你提前回来，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？我要是告诉你，还能看到你指使我闺女刷马桶？哎呀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是在锻炼孩子动手能力啊！电视上的专家都说了，小孩子这样锻炼对大脑发育好。我看着表面对我弓腰，实际眼珠滴溜转的王姨，直言道：“我请你来是干活的，不是享清福的。我家囡囡就算锻炼动手能力，也有数不清的益智玩具给她玩，不需要她碰这些脏的累的。她要是因为玩这些生了病，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别以为我婆婆给你撑腰，我就赶不走你。你要是再在我面前玩心眼，别说你，我连婆婆都能赶出去。”王姨慌里慌张，赶紧解释：“哎呦，
这些活都是孩子自己愿意干的，可不是我逼他。不信你问囡囡，你问他。我低头看女儿，3岁的囡囡，圆圆的脸蛋充满稚气和天真，像是被我跟保姆对峙的气氛吓到了。她的小手攥紧我的手，看看我又看看王姨，说话下意识慢了下来。王奶奶夸我干活厉害，我多干活她就会一直夸我，我好开心的。你看，王姨一副我冤枉好人的神色，我却更生气了。囡囡这孩子打小就爱干净，脏的臭的她是一点不碰。如果不是大人刻意引导，她怎么会觉得自己干脏活是开心的？明明刚才洗手的时候，囡囡还在因为马桶污渍脏了指甲缝在那干呕。比起王姨偷懒耍滑，我更忍受不了她以夸奖的方式让女儿干这些活。要是囡囡将来因为这样的事养成讨好型人格，为了别人一句夸奖受苦受累，将来还不知道要吃多少亏，到时我哭都来不及。事关女儿身心健康，我哪里还忍受得了？当即问王姨婆婆跟李达海去哪儿了。今天这2人要是还阻挠我换人，我直接把他们换了。王姨以为这事就这样过去了，听到我的问话，眼珠子转了转，笑道：先生老家那边听说老太太今年一个人在这儿过年，把先生侄子送过来了。先生跟老太太正去机场接人呢。你知道的，他们跟这个侄子一向亲近，自家女儿在家里都顾不好，李达海还有心思去顾别人家的孩子。好啊，真是好极了。王姨以为我对李达海的侄子有意见，趁热打铁道：就是说啊，不过谁让你跟先生生的是个小女娃呀？男人一般都更喜欢男娃的。小郭太太，不是我说，你也该趁着年轻再给先生生个儿子了，不然咱们女人赚再多钱，最后失了男人的心，不一样没用。到时先生找外面的女人生了儿子，您这边又没儿子继承家业，还不是平白便宜了别的女人的儿子？再看近点的，先生老家的这个侄子就对你们的家产虎视眈眈，你总不能坐视不理吧？不如您今年就留在婆家过年，跟先生好好交流感情，怀个儿子，顺带还能去先生老家敲打那些如狼似虎的亲戚子侄。我嗤笑一声，像是看穿王姨的心思，没想到王姨还是这么执着，真不知道婆婆给了她什么好处，想要继承我的财产。他们想的倒是美，我的财产除了囡囡，谁也别想打到主意。至于回婆家过年，还是跟李达海再生个孩子，你让婆婆想都不要想了。我带着囡囡去了公司，李达海半道来接我，让他好好照顾囡囡，我晚上回去再找他算账。李达海不知道哪里惹到我了，只好装作无事发生，体贴入微问道：前阵子腊八你太忙没喝上腊八粥，我回去让王姨给你熬一锅吧。我不置可否，随意2句把人打发走。回到家还没进家门，我就听到里头动静震天响。老公侄子李传宗正翘脚躺在沙发上，一只手按着遥控器将音量拉到最高，看着动画片，一只手捏着我中午专门给囡囡带的车厘子塞进嘴里。女儿囡囡正因为抢不到遥控器，被不耐烦的李传宗一掌推下沙发，摔在地毯上，呜呜咽咽哭得很大声。家里也没大人去理会。我奶奶说了，叫你去熬粥，你听不见啊？敢跟我抢电视，摔疼了活该。李传宗边说边站起来恐吓，攥起拳头做事要打囡囡。囡囡害怕的一溜烟儿跑去厨房，甚至不敢跟大人告状。到底是不敢告状，还是已经告过？但是发现大人偏心告状没用呢，我的拳头也硬了。沉迷动画片的李传宗根本没看到我，我默不作声进了厨房，
看着囡囡站在一张不知是谁搬来让她方便干活的凳子上，小小的囡囡哭花了脸，站在小凳子上，拿着勺子在热气腾腾的大锅里搅啊搅，热气熏得她生嫩的手发红发疼。她也不敢放开勺子，边干活还要冲厨房外头看，生怕因为不干活被李传宗追着打。妈妈看到我，囡囡眼泪跟珍珠似的崩了出来，跳下小凳子就朝我扑来。传宗哥哥要打我，奶奶跟王奶奶都不帮我，只帮传宗哥哥，还说我不懂事。他们都说，要是我告诉妈妈传宗哥哥欺负我，就让传宗哥哥把我打死。可是妈妈说过，囡囡受到欺负就要第一时间找妈妈。我还是把传宗哥哥欺负我的消息告诉妈妈了。妈妈，囡囡不会真的要被传宗哥哥打死了吧？呜呜，囡囡在我怀里哭得停不下来，她的哭诉听得我心都要碎了。我知道这是婆婆他们没办法把我留在婆家过年，故技重施了，就像当年囡囡呛奶进医院一样。只要通过这些危险行为让囡囡生病或是受伤，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。直到现在，我终于深刻意识到，粉碎太平并不会让心怀不轨之人有所收敛。今天事情得不到解决，我就把他们都解决了。我一手将囡囡抱紧，一手给自己套上隔热手套，提起炉灶上烧得滚沸的锅，拿上婆婆最宝贝的金汤匙，到马桶舀2勺李传宗拉完不冲的时搅到粥里。这么喜欢李传宗，那他的事他们也会觉得香吧？客厅动静很大，打开卧室门的时候，屋内3人不知在说着什么，根本没留意到门开了。我镇定地将囡囡放在身后，示意她不要出声，往前走几步，果决地端着锅就往3人身上泼去。一时间惊慌失措的叫声填满了卧室，看着3人穿着带有屎香的衣服在屋里像猴子一样乱窜，我开心了。郭真真，你有病吧？一向对我温声细语的李达海气红了脸，脸上露出狰狞的神色，让3岁的女儿站在明火旁熬粥。我看你病得更重。2个老太太冲进了卫生间清理身体，李达海也来不及跟我争执，闻着味道边反呕边跑进卫生间。他们不知道家里3个洗手间的水龙头全被我拧了，只给他们留了一个。片刻后，3个人差点在唯一一个正常出水的水龙头下争抢起来。因为穿着冬装，身上皮肤烫伤并不严重，重点是衣服浸染了臭不可闻的味道，沾到了皮肤上，不用沐浴露好好洗一洗，味道根本去除不掉。这时我忽然注意到床脚旁放着的医院检查单，看起来像是刚才几人讨论的中心，只是被我横插一脚，不小心遗留在这了。拿起单子一看，确切来说，这是一张体检报告单。报告结果显示，该体检者妊娠7周，难怪之前王姨明里暗里要我给李达海生个儿子，原来是因为李达海在外头有人了啊！然而，等我再定睛一看，体检报告单上姓名一栏竟然填着我的名字。我又上下仔细看了看这张报告单，想起半个月前组织公司员工体检时，自己也顺道去检查了下。这张报告单上的检查时间跟体检时间一致，可当时检查结果出来，我第一时间就看了电子报告，结果显示无异常啊！我翻出当时保存下来的电子报告，又看了看，心思转环。我翻出手机里的卧室监控，调到刚才的画面。或许是因为最近家里冲突不断，李达海为了抓紧我开始不愿意分居2房睡觉，
这些天，他以想要重装刺我为由，搬到了我的房间里。刚才几人就是在我的房间里进行交流的。怀了孕就走不了了，你用这个造假的报告把他留在家里，趁着过年那个小蹄子避孕针失效的时间，抓紧造个真孩子出来。你在他身边待了有一段时间，工作上也该上手了。等她怀孕，你就假装心疼她，把她哄回家养胎，把公司接过来。等她生了孩子，月子里你就再造个人出来，让她一个接一个生。到时孙子有了，我们再去刻意折腾折腾，她的身体估计就不大行了。到时候她再想跟你抢公司，就是痴人说梦。婆婆说完阴险的计谋，老公李达海的声音顺势响起：妈，你算计得真到位，等到了那天，儿子一定第一时间拿钱孝顺您。保姆王姨附和：到时可别忘了，还有我这个老婆子出过一份力。那小蹄子现在不愿意回婆家过年，等将来就让她常年住在李家后山的猪圈里，好好消削她的锐气。看完监控，我意识到我想浅了。表面上李家母子只是想留我在婆家过年，实际上他们正在对我进行着一场家庭权利的剥夺。他们想要通过剥夺我的权利，让我失去人身自由，被他们任意摆布，肆意践踏。在李达海终于清理完身体，瞧见我拿着报告单的那刻，我已经打定主意将计就计。老公，真对不起，刚才我因为你们擅自把侄子接过来，有点气昏头，这才冲动了。其实我也一直想要给你生个儿子，只是我放不下公司的事情。现在看到你固执地把侄子接过来过年，我就明白了，原来你真的很想有个儿子。这些年你默默照顾我，牺牲那么多，我又怎么能让你天天失望呢？既然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给了我们一个儿子，我当然要把他留下。李达海的表情从惊慌到惊喜只花了1秒。你知道你怀孕了？我忍着恶心握住老公的手。是啊，幸好你一直默默关心我的身体状况，帮我把体检单取了回来，不然我还不知道我怀孕的事情。在婆婆跟李达海一同提议让我过年留在家里养胎后，我在他们欣喜若狂的神色中答应了。不过囡囡都3岁了，我妈都还没见过她，我又怀孕了，不好照顾她。这次过年我决定让人把她送到我妈那。囡囡走了，我才更放得开拳脚，是该这样的。丈母娘还没见过外孙女呢，是孙女。我面色不改，笑着说道。李达海垂了下眸子，才笑着附和道：对，是孙女。而后他又暗戳戳试探，年底公司事多，既然你怀了孕，还是多把事情交给手下的人去干吧，自己多休息才是正理。你要实在不放心，我可以帮你监督他们。好啊，现在其他东西对我来说都不重要，只有孩子最重要。反正之后你还要替我监督他们很长时间，免得你被他们看清。我就公司所有权暂时转让给你吧，等我生完孩子你再还给我。一切都那么完美的按照期望进行。我瞧见李达海，差点抑制不住嘴角的窃喜。真好啊，一想到他马上要背上一大堆负债，我也很高兴。李达海这人表面对人温柔细致，但背地里却喜欢算计，偏偏脑袋空空，算不明白。不然当年我也不会一眼相中他成为我的老公。毕竟只要我有所防备，想要利用手段甩掉他也是件容易事。就像此刻，我违背性格底色要待在家里养胎。如果李达海是个聪明人，他大概早就狐疑我为什么突然从女强人变成小娇妻了。可他偏偏没有怀疑，
脑袋空空的儿子，加上经常犯蠢不自知的老婆婆，两个人觉得达到了一半目的，正乐呵呵地把拉屎不冲马桶的侄子赶回老家，也不说什么跟侄子向来亲近，喜欢侄子的话了。接下来几天，我跟公司里的老下属通了气，陆陆续续将手里的权力交给李达海。李达海忙得整天后脚跟打屁股，每天回来都是公司里的员工如何夸他敬佩他。李达海变得有些倨傲，同事们都说我以前身居低位，才华得不到施展，如今我在公司独揽大权，才终于像被掩埋在沙漠里的金子一样，风吹之后就散发出属于自己的光芒了。每天都是虚假的彩虹屁，不仅让听了李达海在公司辉煌事迹的婆婆乐得牙不见眼，李达海本人也渐渐飘了，开始寻起我的不是来。收到秘书的计划小有所成的消息时，李达海已经陷入身边几名小蜜的温柔乡。我趁热打铁，上网搜查各种老公嫌弃老婆讨人嫌的例子，将学到的东西用在李达海身上。爆发剧烈争吵的那一天是大年初一，因为李达海除夕夜没回家，跟公司新来的小蜜在酒吧打得火热。郭真真，你是越来越不可理喻了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在忙工作忙工作，你就非要跟我在这胡搅蛮缠吗？你什么态度？工作有那么多，过年不回家，你还有理了？我把公司给你，不是让你敢在我面前随意大小声的。我叉着腰，态度要多恶劣就有多恶劣，说的话直往李达海的痛点上戳。发达的男人最讨厌见过他落魄时候的女人提起从前。李达海喝了一夜酒，本来就头疼，现在被我逮着不让进门，又被狠戳痛点，情绪有些不受控制起来。又或者他觉得现在的他已经不需要对我控制情绪了。这个家我爱回就回，不回就不回，你不要老是提起以前，你也知道那是以前了。现在的我可是个不需要你脸色过日子的人，我们的位置早就变了。现在我爱咋咋，看不惯你也得给我忍着，忍不了就离婚。终于等到这一刻，我淡淡道：行，那就离婚。瞧见李达海愣了下，担心自己目的过于明显，我又绞尽脑汁想着网络查到的语录，补充道：离就离，到时候我生了儿子，你不要哭着求我复婚，感觉力度不够大。我又加了句：除非你把公司还我，再跟你的几个小蜜断干净，像以前一样围着我一个人转，不然我是绝对不会愿意跟你复婚的，过回以前的日子。你想得美。正月初七，民政局上班，我跟李达海登记离婚，开始30天的离婚冷静期。期间我又找李达海闹，要他把公司还给我，让李达海离婚的心一日比一日坚定。领离婚证当天，最近跟李达海走得很近的小蜜给我发了个 OK 的消息。2小时后，李达海拿着一沓文件找到我，只要你愿意跟我离婚，再签了这些文件，让公司彻彻底底属于我，我就可以跟你签个协议，等你肚子里的孩子出生，我可以每月固定给他打一笔大钱，当作抚养费。要是你执意不离，我也能跟你耗死。反正你现在没有收入来源了，到时上了法院打离婚官司，你既没钱养育孩子，也争取不到抚养权，损失更大。李达海不说，我还真有点忘了我的肚子里还有个孩子，真是空手套白狼啊！用将来不用付出的抚养费换取公司完整的所有权，亏他想得出来。我偷偷往眼尾抹了点蒜水，双目含泪道：事到如今，我们的关系真的无法挽回了吗？
见李达海一副面冷心硬的样子，我更加伤心了，哽咽道：“好吧，如果你说到做到，我愿意签完文件跟你去领离婚证。当然，这里白纸黑字写着呢。”两个人都有些迫不及待地签字按手印，然后又去了趟民政局。红本本出来，我彻底安心，心情雀跃地买了张机票，就匆匆忙忙上了飞机，飞到千里之外的家。这个新年囡囡不在我身边，我可真是想死她了。李达海那边得到的反馈比我预想中要快。春暖花开之际，李达海通过各种渠道终于联系到我。电话那头，他气急败坏，如同丧家之犬：“你骗我！你给我留了一个只剩下债务的空壳公司，你早就把你的公司搬走了。”我笑得开怀，回应道：“怎么能是骗呢？合同上白纸黑字清清楚楚，你是知情的呀。郭真真，我要你不得好死！”忽略李达海暴跳如雷的嘶喊，我心情愉悦地挂了电话，同时联系安保公司安排了几名保镖贴身防护，避免李达海狗急跳墙。不出我所料，李达海很快就来了，与之一同前来的还有钱婆婆。我原本以为他们会直接冲着我来，可没想到两个丧心病狂之人虎毒食子，直接冲到幼儿园，拿出一本家庭旧照证明亲属关系，把囡囡接走藏匿起来。我知道这种情况报警或许也很难有明确的结果，毕竟李达海跟婆婆和囡囡有血缘关系，但我也不是吃素的，直接让安保公司联系了民间保镖团队，一群满身纹身、剃着光头、戴着大金链子的凶神恶煞社会人，直接顺着囡囡的手表定位，将平安塔抢了回来。同时，为了以绝后患，在偿还本该我偿还的债务后，我让债权人当作我没还过钱，接着朝李达海追债。不到2月，李达海就在追债人的逼迫下逃去国外，再也没回来。这下我跟囡囡的生活才彻底回归平静，这个充满混乱跟糟心的春节彻底过去。我想，未来的每一个春节都会越来越好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